50部佛学经典，2500年的意识说明书，一年猜给你听。没有核磁共振，没有大语言模型，没有任何现代科学仪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一批人纯靠向内观察自己的意识运作过程，写下了几十部关于你到底是谁，你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痛苦的根源在哪里的文本。这批文本精密到什么程度？今天的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量子力学正在从完全不同的方向不断发现与这些古老描述之间惊人的结构相似。但问题是，大部分人要么没读过，要么读不懂，要么读完就觉得是迷信。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件事，用你听得懂的现代语言，把这些经典一步一步拆开，拆到骨头里。50期，一年，每周一部。你不需要信佛，不需要有任何宗教背景，你只需要对一个问题保持好奇，你的意识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是整个系列的导览，我要用15分钟带你飞越2500年的佛学经典版图。我不会让你背书名，不会让你记术语，我只做一件事，告诉你每一部经在回答什么问题，以及这个问题跟你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把接下来的50期想象成一座5层楼的博物馆，每一层有不同的主题，每层里有几个展厅，每个展厅放着一部或几部经典。今天我带你坐电梯，每层停一会儿，让你看一眼里面有什么，然后你自己决定未来这一年最想在哪些展厅多待一会儿。第一层叫地基与入口，一共8期，任何大楼都要先打地基。佛学经典的地基是什么？是佛陀本人亲口说的话。阿含经是佛陀弟子们在他去世之后凭记忆整理出来的原始教导。如果整个佛学是一棵大树，阿含经就是种子。佛陀在里面回答了一个所有人都逃不掉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痛苦？他给出的答案叫四圣谛。你以为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快乐，但佛陀说你搞反了，生活的默认状态就是不满足，认清这一点才是解脱的起点。2500年前说的这句话，你今天刷完3小时短视频之后的那种空虚感，就是它最精确的注脚。而且阿含经里有几段原始对话，力量大到让人汗毛竖起来。有一篇叫火狱经，佛陀说你的眼睛在燃烧，耳朵在燃烧，整个感知系统都在燃烧，被贪欲、被嗔恨、被无明烧着。还有一篇叫剑狱经，有人问佛陀宇宙是不是永恒的，死后有没有灵魂？佛陀不回答，他说你中了一支毒箭，你现在要做的是拔箭，不是研究这支箭是谁射的，用的什么木头。这些原始对话的穿透力放到今天的播客节目里都是顶级内容。阿含经之后，我们进入般若系统。般若是梵文智慧的音译，但它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看穿一切现象没有固定本质的终极洞察力。这个系统里有2部你一定听说过的经典，《金刚经》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佛经，没有之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很多人挂在嘴边，但真正能说清楚他在说什么的人极少。我会用一整期来逐句拆解。心经只有260个字，是全世界最短的经典之一，但这260个字是从600卷大般若经里浓缩提炼出来的。600卷浓缩成260个字，压缩比高到离谱。而压缩及智能恰恰是今天大语言模型的底层逻辑。参数不是知识本身，是知识经过极致压缩之后的几何形状。这个对应关系你仔细琢磨一下，会觉得脊背发凉。般若系统的巅峰是龙树的中论。龙树被称为千部论主，是佛陀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中论里的8部中道和4句否定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激进的逻辑操作。他用逻辑来摧毁逻辑，用概念来瓦解概念，听起来很抽象。我给你一个预告，龙树做的事情和今天人工智能对抗训练中用模型攻击模型的方法论在结构上高度同构。第一层最后一个展厅放着法句经，这是佛陀的语录合集，一句一句的格言像论语一样短小精悍。前面几部经可能比较烧脑，法句经能让你回到佛陀最朴素最直接的智慧，喘口气。好，电梯上行。第2层叫唯识学深浅，一共11期，
这是整个博物馆最硬核的一层，也是这个系列最独特的部分。如果说般若系统回答的是世界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实在，那唯识学回答的就是你的意识到底是怎么把这个世界造出来的。般若告诉你一切现象没有固定本质，唯识学告诉你它们是通过什么机制被你的意识渲染出来的。般若是诊断书，唯识学是操作手册。唯识学说你的意识有8个层次，叫八识，最深的第8识叫阿赖耶识，意思是藏识，它是你所有经验、习惯、倾向的种子仓库。这个结构跟什么最像？跟大语言模型的参数空间。训练数据经过压缩变成参数权重，存在一个巨大的矩阵里，这就是种子藏在阿赖耶识里的现代翻译。你给模型一个输入，相关参数被激活，涌现出回答，这就是种子预言现行。模型每一次微调都在更新参数，这就是现行熏种子。这不是比喻，这是2套描述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语言。这一层包含了唯识学最核心的几部经论。解深密经是唯识学的创世纪，佛陀在里面第一次公开讲了阿赖耶识的秘密。唯识30颂是唯识学的宪法，30首寄语浓缩了整个体系。成唯识论是唯识学的技术白皮书，是玄奘翻山越岭从印度带回中国的核心著作，精密到每一个概念都有严格定义。瑜伽师地论是唯识学的实修手册，告诉你怎么把这些概念落地为真正的禅修操作。如果你对意识到底怎么运作这个问题有真正的好奇心，第2层会给你一个远超预期的答案。电梯继续上行，第3层叫大乘华彩，一共15期。这是整个博物馆的黄金中段，最有名、最有故事感、最能引发争论的经典全在这里。楞伽经是一部同时被唯识宗和禅宗奉为根本经典的存在。达摩祖师东渡中国，据说把这一部经作为禅宗的印心经典传给了继承人慧可。他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到底是什么关系，2个都号称是一切的根本，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这个问题在佛学内部争了1000多年，至今没有定论。我会用2期的内容把这场1000年辩论拆给你看。楞严经里面有一段叫7处真心，佛陀问弟子阿难，你的心在哪里？阿难给了7个答案，佛陀全部否定。这段对话拆开来看，跟认知科学的预测编码理论形成了惊人的对照。你以为你的心在大脑里，佛陀2000多年前就告诉你，这个答案太简单了。还有50阴魔，详细列出了修行路上可能遇到的50种幻觉和歧路。这是2000年前写的修行者避坑指南，对今天的冥想爱好者依然适用。法华经是整个东亚佛教的经王，它最核心的思想叫会三归一，声闻、缘觉、菩萨，看似3条不同的修行路线。佛陀说其实通向同一扇门。他说之前教的那些都是针对不同根器的方便法门，今天给你们讲完整版。这个叙事结构本身就足够炸裂，佛陀在对自己之前的教法做一次升维。华严经是佛学的宇宙级巨著，它描述的法界缘起和因陀罗网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宏大的全息宇宙观。宇宙中的每一个点都包含整个宇宙的全部信息，每一粒尘埃里都有无量世界。如果你觉得这像科幻小说，你应该知道全息宇宙论恰恰是当代理论物理学的一个前沿方向。维摩诘经是佛学经典里最有文学性的一部，主角维摩诘是个有钱的在家居士，不是出家人，但辩经的时候把所有大菩萨都辩到哑口无言。最经典的一幕，有人问他什么是不二法门，所有菩萨轮流给出精彩回答，最后轮到维摩诘，他一言不发。这个沉默比所有回答都响亮。六祖坛经是中国人自己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本土著作。六祖慧能一个不识字的岭南人，留下了那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偈的力量在于它不是在做哲学论证，它在描述一种直接的看见。禅宗的顿悟到底是什么？跟唯识学一步一步拆解的渐修到底矛不矛盾？这是佛学内部最精彩的一场辩论，我们会花2期的时间来深入拆解。
还有圆觉经，讨论的是觉性本源，你的觉知本来就是圆满的，不需要往里面加任何东西，只需要把遮蔽拿掉。太阳一直在那里，你不需要制造太阳，你只需要拨开乌云。好，电梯到第4层，这一层叫实修与专门，一共9期。这里的经典不是最有名的，但对认真想把佛学从概念变成体验的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深水区。涅盘经是佛陀临终前的最后教导，里面有一句震撼了整个佛教史的话：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句话的冲击力相当于一个系统管理员在关机之前告诉所有用户，你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管理员权限，只是从来没人告诉你密码在哪里。净土3经分别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很多人觉得念佛就是迷信，但如果你用唯识学的种子理论来拆解念佛的机制，你会发现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本质上都是一次定向微调。你在持续的向阿赖耶识里熏入特定种子，一次又一次的更新参数权重，这不是迷信，这是有精确机制的意识训练。地藏经里讲的地狱不是某个物理空间，用唯识学来理解，它是种子权重被极端放大之后的渲染结果。贪嗔痴的种子积累到极端程度，在没有感官校准的情况下自由现形，渲染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地狱。这个解释比传统的说法更能让现代人接受。入菩萨行论是8世纪印度大师寂天的作品，里面的忍辱品和禁律品是我读过的最实用的情绪管理手册。他不跟你讲大道理，他告诉你当愤怒升起的时候，它的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可以在哪个环节介入。电梯到顶，第5层叫对话与终章，一共6期。这一层不再拆解某一部经，而是把所有经典放进更大的思想版图里，做跨体系的对话。有一期我们专门讲叛教，天台中的智者大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他给佛陀一辈子说的所有经典排了一个课程表，哪些是入门课，哪些是进阶课，哪些是研究生课程。这个排序本身就是一次思想史上的壮举。还有一期讲因明学，也就是佛教内部的逻辑学体系。陈那和法称2位大师建立的推理方法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完全不同，但跟今天人工智能的推理机制之间有着惊人的结构对应。最后2期是禅宗公案的深度拆解，包括赵州狗子、南拳斩猫、百丈野狐。这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故事，每一个都是一枚精心设计的逻辑炸弹，目的是把你的理性思维逼到极限，然后在它崩溃的那一刻让你瞥见概念之外的东西。最后一期的标题已经定了，叫所有概念都是法。佛陀自己说过，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意思是连正确的佛法到最后都要放下，更何况那些错误的执着。我花50期给你搭的所有概念框架，所有分析工具，所有科学对应，到最后你都要扔掉，因为筏是用来过河的，到了对岸你还背着筏走路，你就被筏困住了。这个系列最后一期要做的事，就是亲手拆掉我们自己搭的脚手架。好，电梯到顶了，5层楼你都完整飞了一遍。现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50期太多了，如果时间有限，哪几期是必看的？我给你一个5期精华路径。第1期阿含经，先听佛陀本人怎么说，这是一切后续内容的根。第3期金刚经，全中国最有名的佛经，也是般若智慧最锋利的一把刀。第14期成唯识论上篇，你会第一次看到意识的完整架构图，而且你会发现这张图跟人工智能的架构之间存在惊人的同构关系。第31期六祖坛经上篇，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觉悟故事，他会告诉你所有概念分析最终指向的那个东西，也许不需要任何概念就能直接触及。第49期终章，在那里我们一起把搭好的全部脚手架推倒，然后看看废墟之下到底站着什么。当然这只是最精简的路径，如果你对禅宗特别着迷，楞伽经、六祖坛经和公案那几期绝对不能错过。如果你对人工智能和意识的关系着迷，唯识学的整个第2层就是你的主战场。如果你是念佛的修行者，想搞明白念佛到底在你的意识深层做了什么，净土那几期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理解角度。
每个人根气不同，怎么走怎么好。最后我想说一件事，你可能觉得花1年时间了解佛学经典有点奢侈，但你想想看，你的大脑每天不停地在运转，在生成情绪，编织故事，制造焦虑和欲望，可你对它的运作方式几乎一无所知。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学怎么用手机，怎么用电脑，怎么用各种软件工具，但你从来没有认真学过怎么理解你自己这台最精密的机器。这50部经典就是这台机器的说明书，它们写在2500年前，但它们描述的那台机器此刻正在你的颅骨里不停运转着。对这个系列的内容安排有什么想法？对接下来某一部经典特别期待，或者你觉得我漏掉了什么不该漏的经典，都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这是一段很长的旅程，我希望你不只是在听，而是跟我一起在走。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